人茄經的底牌，佛學家炒了1000年。上一期我們講了人茄經為什麼能同時餵養唯識學和禪宗這兩個看起來完全對立的傳統，但在結尾我留了一個扣子，阿賴耶識不是終點，在種子翻湧和投射的背後還藏着一層更深的東西。今天我們要打開那層東西。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在之前唯识學的11期深淺中，我們一直圍繞阿賴耶識做文章，你現在應該很熟悉它了。種子存在那裡，現行從那裡升起，輪迴的動力在那裡運轉，整個意識系統的底座就是阿賴耶識。你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每一幀現實，都是它在投射。可是人茄經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在佛學史上引起了一場至今沒有結束的爭論。他說阿賴耶識就是如來藏，翻譯成白話就是你以為的那個種子倉庫、意識底座，它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如來藏。等等，如來藏是什麼？我先說說我第一次接觸這個概念時的感覺。那時候我剛讀完唯識學的核心文獻，腦子裡裝滿了八識、種子、三自性這些精密零件，突然翻到一段經文說你心裡藏着一個佛。我的第一反應是，這跟我剛學的那些東西對不上啊。如來藏这個詞拆開看，如來就是佛，藏是胎藏的意思，也可以理解成蘊含、包含。如來藏的意思就是在你心裡藏着一個佛，不是你修成佛之後才有，而是你還在輪迴的時候，佛性就已經在那裡了，只不過被煩惱蓋住了，你看不見。打一個比方，你家裡有一面老鏡子，鏡面本來是乾淨的，什麼都能照見，但這面鏡子在閣樓上放了幾十年，上面落滿了灰，灰厚到你都忘了它是面鏡子，你以為它就是一塊髒木板，但其實鏡子沒壞，灰塵擦掉，它照樣能照。那面鏡子的本來面目就是如來藏，那些灰塵就是煩惱、無明、習氣。如來藏的思想在佛教裡有很長的歷史，在人茄經之前已經有好幾部經講過這個概念了。如來藏經、勝鬘經、不增不減經都在說同一件事，你本來就是佛，只是被遮蔽了。但這些經典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把如來藏講得太像一個永恆不變的東西了。你有一個清淨本心，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本來圓滿，聽起來非常美好。但問題在於，這太像印度教的反我思想了。印度教說什麼？他說你有一個真正的自我，叫阿特曼。阿特曼是永恆的、不變的、純淨的。修行的目的就是找到那個真我，回歸凡。佛陀當年最核心的教導是什麼？無我，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自我，一切法都是緣起的，沒有自性。你發現矛盾了嗎？如來藏說你本來就有一個清淨的佛性，無我說一切都沒有恆常的本質。這兩個說法怎麼看都像是在打架。這就是為什麼如來藏這個概念嚇壞了一半佛學家。中觀學派的學者看到如來藏，第一反應就是這不就是佛教版的反我嗎？你換了一個名字，把阿特曼改叫如來藏，把梵改叫法身，包裝變了，內核沒變。這是印度教的東西被塞進了佛教。唯识學這邊也糾結，阿賴耶識是核心概念，它是種子的倉庫，是因果的運行平台，它本身是中性的，不善不惡，隨因緣流轉，它不是一個恆常不變的東西，它每時每刻都在變化。那如來藏呢？如來藏被描述為本來清淨的、不變的，具足一切功德的，一個在變，一個不變，一個中性，一個清淨，一個是種子倉庫，一個是佛的胚胎，它們怎麼可能是同一個東西？但人茄經偏偏說了那句話，阿賴耶識就是如來藏。我自己想了很久，後來有一天想到一個角度，突然就通了。關鍵在於你要搞清楚人茄經在什麼意義上說它们是同一個東西。它不是在說阿賴耶識和如來藏功能一模一樣，它是在說阿賴耶識和如來藏是同一個東西的兩種狀態，或者更準確的說，
是同一個東西被看見的方式不同。你想象一下，你有一台電腦用了很多年，操作系統上安裝了無數軟件，感染了各種病毒和木馬，後台跑着一堆你都不知道的進程，現在它又慢又卡，动不动就死機，這台電腦很糟糕，对吧？但你要知道，這台電腦出廠的時候是乾淨的，操作系統是原始的、純淨的，所有驅動都正常工作的。那個出廠狀態的電腦和你現在這台卡死了的電腦是同一台電腦。如來藏就是出廠狀態，阿賴耶識就是你眼前這台裝滿了雜七雜八東西的電腦。楞伽經說它們是同一個東西，不是在說它們的功能一模一樣，它是在說你現在這台卡死了的電腦裡面，出廠狀態從來沒有消失過，系統盤還在，你刪不掉它，病毒再多也只是運行在它上面。把病毒清除乾淨之後，你看到的不是一台新電腦，而是一台回到出廠狀態的舊電腦。這是一個非常精微的區分，因為它同時滿足了兩個看似矛盾的要求。從修行的角度看，你的確有一個可以恢復的清淨本性，你不是從零開始造一個佛出來，佛不是被制造的，它是被恢復的，這滿足了如來藏的要求。但從教理的角度看，你當下經驗到的一切，包括你以為的自我、你的記憶、你的情緒、你的世界觀，全是後來裝上去的，沒有一個是恆常的。無明是後來加上去的，煩惱是後來加上去的，你執着的那個我是後來加上去的，這滿足了無我的要求。無我說的是，所有那些後來加上去的東西，沒有一個有自性。如來藏說的是，把那些東西全部拿掉之後，還剩下的那個是本來就在的。你注意到了嗎？他們不矛盾，他們在說同一件事的不同層面。但楞伽經做了一件更厲害的事，他不但把這兩個概念縫在了一起，還直接預判了你可能產生的誤解。經文裡有一段話，佛陀對大慧菩薩說：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於外道所說的那個我。大慧，我說如來藏有時候叫它空，叫它無相，叫它無願。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因為有些眾生一聽到無我就害怕，他們害怕沒有自我，害怕無處安放自己，所以我用如來藏這個詞給他們一個過渡，讓他們有一個台階可以走上來。等他們走上來之後，再跟他們說，你剛才扶着的那個欄杆也要放下。你有沒有感覺到這段話的分量？佛陀在說，如來藏是一個善巧方便，他知道直接跟眾生說沒有自我太猛了，很多人接不住，於是他先說，你有一個佛性，它是清淨的，本來就在的，等你建立信心了，等你開始修了，等你走到深處了，再告訴你，連這個佛性的概念本身也不要執着。你可能也有過類似的體驗，你教一個完全不会游泳的小孩下水，你不會一上來就把他扔進深水區，跟他說水是安全的，你別怕。你會先給他一個浮板，你說抱着這個就不會沉。孩子抱着浮板下了水，踢了幾下腿，發現真的不会沉。慢慢的，他對水不那麼害怕了。然後你說現在可以試着鬆手了。浮板就是如來藏，水就是空性。那個怕水的孩子就是怕無我的眾生。楞伽經把如來藏和阿賴耶識放在一起，等於告訴你，這個浮板和這片水是同一個東西。你以為浮板是實心的、堅固的，可以永遠抓着不放的，其實不是。浮板就是水做的，你抓着它的时候，它拖着你；你鬆手的时候，它還是水。這是楞伽經在如來藏問題上最精彩的地方。它既沒有回避如來藏，不像一些中觀學者那樣乾脆否認如來藏有任何實質意義，他也沒有把如來藏講成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不像一些如來藏論者那樣把佛性講成了一個不滅的靈魂。他把兩個極端都避開了。他說如來藏是真實的，但它不是你以為的那種真實，它的存在方式不是像一塊石頭那樣擺在那裡，它更像是水的濕性。你說水是濕的，這是真的，但你不能把濕從水裡拿出來單獨放在桌上。濕不是水裡面的一個零件，它就是水的本性。
如來藏也是這樣，它就是阿賴耶識的本性。你不能在阿賴耶識旁邊再找一個叫如來藏的東西。你清除了阿賴耶識上面的所有雜染之後，阿賴耶識的本來面目就是如來藏。有觀眾在之前的評論區寫過一段話，他說如來藏不是大腦裡的某個區域，不是某條神經回路，也不是某種化學物質，它更像是當你把所有的噪聲關掉之後，那個靜默本身。不是靜默背後還有什麼東西在，而是靜默本身就是那個本來面目。我常常想起這段話，因為它精準地擊中了如來藏和阿賴耶識關係的核心。你不是要在意識的底層再挖一個坑，找到一個叫如來藏的寶貝，你是要把覆蓋在意識上面的那些層層疊疊的東西一層一層揭開。揭完之後，你看到的不是一個新東西，你看到的是它本來的樣子。這也是為什麼楞伽經在佛学史上如此重要。在它之前，如來藏和唯識是兩條平行線。如來藏的經典講佛性本有，自性清淨；唯識的論點講阿賴耶識，種子流注，因果相續。他們看起來在講完全不同的事情。楞伽經是第一部明確把這兩條線拉到一起的經典。他說這不是兩件事，這是同一件事。你用分析的眼光看，它叫阿賴耶識；你用證悟的眼光看，它叫如來藏。但這場縫合也留下了一個問題，一個到今天都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如果如來藏只是阿賴耶識的本來面目，那如來藏到底是有還是空？你說它有，那無我怎麼辦？你說它空，那修行到底是在恢復什麼？如果什麼都空了，恢復也空了，那修行這件事本身有什麼意義？楞伽經把這個問題打開了，但沒有替你關上，它留了一條裂縫。後來的佛學史幾乎可以被理解為不同學派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這個裂縫。中觀說如來藏是空，唯識說阿賴耶識轉依就是如來藏，如來藏學派說佛性是真有，不是空。禪宗說你別討論了，回去打坐，做到了自然就知道了。每一個回答都有道理，每一個回答也都被另一個学派批評過。1000多年來，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被最終裁定過。也許它不需要被裁定，也許這條裂縫本身就是楞伽經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東西。你試着想一下，你現在正在經驗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裡有顏色、聲音、情感、記憶，對未來的期待。在我們之前建立的框架裡，這些全是阿賴耶識投射出來的，種子翻湧變成你的經驗。但如果有一天所有種子都淨化了，所有投射都停了呢？那時候剩下的是什麼？你說不知道，對，你說不出来，因為一旦你說出來了，那個說出來的東西就又變成了一個概念，又變成了阿賴耶識上面的一層新的投射。如來藏也許就是那個你說不出來的東西，它不是一個答案，它是一個指向，它指向的方向你只能自己走過去看。下一期我們離開楞伽經，進入另一部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深遠的論點，大乘起信論。他做了一件更大膽的事，他把如來藏、阿賴耶識、真如心這3個概念徹底打通了，只用了4個字：一心二門。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